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诚意新剧《富山海》为何能让观众心甘情愿赴约？当武侠剧逐渐被仙侠剧的特效和甜宠剧的套路所掩盖，这部名为《富山海》的作品宛如流星，划破了这片略显沉寂的夜空。这部由莲花楼原班人马打造的新作还未正式播出，就在腾讯视频和爱奇艺两大平台收获了100万预约量，成为众多观众心中暑期档的爆款预定。那么，它究竟凭借什么魅力，让武侠迷们如此期待呢？曾几何时，武侠剧是荧屏上的宠儿，《射雕英雄传》《神雕侠侣》等经典作品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。然而，近年来武侠剧却陷入了困境。一些作品为了追求视觉效果，大量使用特效，让武侠变成了玄幻；还有一些作品则过于注重男女主角的感情线，忽视了武侠精神的核心。观众们不禁感叹：我们想看的是刀光剑影的江湖，是侠肝义胆的英雄，而不是软绵绵的爱情故事。就在这时，富山海出现了。他的制作团队正式打造了口碑佳作《莲花楼》的原班人马。莲花楼以其精彩的剧情、精湛的演技和唯美的画面，重新点燃了观众对武侠剧的热情。如今，这支团队再次出手，让观众们看到了武侠剧复兴的希望。从目前曝光的资料来看，富山海延续了莲花楼的高品质，剧中的打戏都是真刀真枪。演员们亲自上阵，展现了扎实的武术功底，服化道也十分考究，从服装的材质到道具的细节，都能看出制作团队的用心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部剧的剧情围绕家国大义展开，让观众在欣赏精彩打戏的同时，也能感受到武侠精神的内涵。提到富山海，就不得不提男主角程毅。在这部剧中，他一人分饰3角：现代青年萧明明、武侠男主萧秋水以及反派李晨舟。这3个角色性格迥异，对演员的演技是极大的挑战。从目前曝光的片花来看，程毅的表现堪称惊艳。现代青年萧明明是一个被现实磨平棱角的普通人，程毅通过细腻的眼神和肢体语言，将这个角色的迷茫和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武侠男主萧秋水是一个热血冲动的少年剑客，程毅又将这个角色的活力和激情演绎得恰到好处。反派李晨舟则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枭雄，程毅通过眼神的变化和气质的转变，将这个角色的复杂性刻画得入木三分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程毅的演技简直是一人千面，让人看了直呼过瘾。除了程毅，剧中其他演员的表现也值得期待。古力娜扎饰演的萧雪瑜，白衣持剑，仙气十足，被网友称为武侠女神。张智霖饰演的天下第一狂人艳狂徒，不羁中带着一丝疯狂，让人眼前一亮。丁永岱饰演的萧西楼，既有掌门人的威严，又有父亲的柔情，演技十分精湛。新老演员的搭配，让这部剧既有青春活力，又有厚重感。富山海在保留武侠剧传统元素的同时，也进行了大胆的创新。它采用了穿书的设定，让现代青年萧明明穿越到武侠世界，以小说男主角萧秋水的视角游历江湖。这种设定不仅增加了剧情的趣味性，也让观众能够从现代人的视角重新审视武侠世界。在剧情上，该剧将个人成长与家国大义相结合。萧秋水从一个武力低微的少年，成长为守护家国的大侠。他的经历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年轻人的蜕变和担当。此外，剧中还融入了北宋末年的历史背景、外族入侵、江湖门派纷争等情节，让整个故事更加丰富和厚重。富山海能够获得100万预约量，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制作团队和演员阵容，更因为它唤起了观众心中的武侠情怀。
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人们越来越渴望回归简单和纯粹，而武侠剧所描绘的江湖世界，正好满足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。在江湖中，有恩怨情仇，有侠肝义胆，有刀光剑影，也有儿女情长。人们可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，暂时忘却现实生活的压力，感受一份久违的激情和感动。对于观众来说，《赴山海》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，更是一次对武侠文化的致敬和传承。它让人们看到，武侠剧依然可以有深度、有内涵、有品质。正如剧中所说：“江湖路远，与君同行。”相信这部剧一定会给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武侠盛宴，让人们重新爱上武侠剧。杨颖新剧《漫影寻踪》民国探案，演技在线。最近剧荒，在各大平台翻来覆去的找剧看，不是剧情老套，就是演技尴尬，看得人只想弃剧。偶然间刷到《漫影寻踪》的推荐，本来没抱多大希望，毕竟现在的剧质量参差不齐。但想着闲着也是闲着，就点进去看了看。结果好家伙，这一看就停不下来了，一口气刷完，满脑子都是剧情，根本出不来。必须要给大家好好安利一下这部宝藏剧。漫画探案这个设定，刚听到的时候，很多人心里都犯嘀咕，觉得这题材太新奇，怕拍不好。但看了几集后，无一不被编剧大胆又巧妙的构思惊艳到。从租界警员阿来被追杀，神秘女子露娜霸气救场，再到漫画与案件丝丝入扣的关联，剧情一环扣一环，每一集都像是在读者心上挠痒痒，抛出新悬念，让人忍不住一直追下去。就拿运血医生那个案子来说，本以为真相大白，结果一个反转，又把大家拉进更深的谜团。男女主的感情线也处理得恰到好处，没有生硬撒糖，而是在一次次惊险的危机中，自然而然的升温。这种细水长流的爱情，谁看了能不心动？观众们追剧的时候，很容易就跟着主角一起推理，猜下一个反转，沉浸式体验感拉满，仿佛自己也穿越到那个风云变幻的民国，和主角并肩探案。提起杨颖，以往大家对她演技褒贬不一，但在这部剧里，她成功打脸质疑者。露娜这个角色身份复杂，性格多面，杨颖却把她的脆弱、坚强、柔情和腹黑演绎得入木三分。尤其是在不同身份切换时，她的眼神、表情变化，细节满满，一下就把观众带入露娜的世界。王安宇饰演的阿来同样出彩，颜值在线的同时，演技也可圈可点。他把阿来的痞帅和深情完美融合，被误解时的委屈，面对困境时的坚定，都演绎得十分到位，让观众很容易共情。看剧的时候，阿来陷入危险，大家都忍不住揪心，露娜逞强背后的脆弱，也让人忍不住心疼。这种强烈的情感共鸣，让观众追剧追得更加上头。这部剧的制作团队真的太良心了，从美术设计到服化道具，每一处细节都透露着用心。民国时期的街道、建筑、人物的服装、配饰都高度还原，完美再现那个动荡又迷人的时代。杨颖穿着拖尾婚纱，手持手枪，婚纱上沾染硝烟的场景，圣洁与暴力对冲，极具东方美学韵味，惊艳了无数观众。王安宇西装领口的血色玫瑰刺绣，看似随意，实则为角色增添不少神秘浪漫气息。剧中动作戏也十分精彩，动态镜头和慢动作结合，让打斗场面充满张力。关键情节更是让人看得热血沸腾。3集一案的快穿结构，节奏紧凑不拖沓，每一集都有新惊喜，完全不用担心会看腻。精美的画面，精彩的动作戏，就像一场视觉盛宴，观众们看得过瘾，也对幕后团队的用心赞叹不已。《漫影寻踪》绝对是一部被低估的佳作。
虽说它不是十全十美，但在剧情、演技、制作上的出色表现，足以让观众忽略那些小瑕疵。真心希望影视行业能多一些这样敢于创新、诚意满满的作品，也期待漫影寻踪的主创们未来能带来更多惊喜。